大家好，历史力修。我们今天啊要到南京呢一起研学去，这是我们第一次呢办的这个自由行研学活动哦。那这次呢有来自台湾、香港还有大陆的同学呢三地齐聚一堂啊。我想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两岸交流活动。那我也是跟着大家一起来学习。这次去的几天非常非常的丰富，你看了就知道，真的会让你很期待。我自己都非常期待。我透了一个我特别钦点的孙权墓，哎呀，这个非常特别的景点。那另外呢，要去这个几个大的陵墓，当然千万不会错过什么，是孙中山先生的遗迹哦。所以这个随着中山的脚步，我们又再重新开拓一个点。这次再返南京哦，我是期待万分。所以一起研学，一起来进步，一起游大陆，这就是我们这一行真正目的。那我们等一下马上要起飞了，那希望一切平安起飞，平安降落，然后快快乐乐的带给大家最优质、最精彩的内容。我们 Let's go。我们现在呢，正在这个长江的底部哦，这是穿越长江的隧道，令人非常振奋了。第一时间还没意识到，因为我们现在正从饭店赶过去，今天第一个地点浦口车站了。在武汉以下的，基本上长江是可以通行万吨巨轮的哦，所以这里的长江是非常非常的壮观的。但是我们现在在它下面，这个体感是很强大的。爸。你走吧，差不多了。反正我这次回到北京，再给您回个信。你赶快去吧。我去买盒橘子，你在这里，我去急救回去。爸，我会好好珍惜这橘子。祝你在南京找之顺利。我最不能忘的是他的背影，我赶紧拭干了泪，生怕他看见。我们呢现在已经到了南京的浦口车站了，那你可以看到浦口站旧址。那这个就是当年的朱自清背影发生的实际地。等一下我们会继续看这个铁路对中国人的这个影响实在太巨大了，就是真正意义上可以穿州跨省。古人要穿州跨省，那第一个许可就很难拿到因为呢要先有官府派发许可，要出县有出县的许可，出了县之后有州或府，然后再来出省所以叫穿州跨省。所以以前这个移动是很不容易，你要还有官府的这个许可这个因为它涉涉到安全问题嘛。但有铁路之后呢，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一般讲民国就是勃勃生机，万物紧发。因为呢它有太多这种新的东西，然后它流动，南北流动，然后到这里古代光要过长江这个都是个大事件。它在中间过渡时期呢，它被改名为叫南京北站，因为南北沟通之后呢，这边就可以归了南京管。对，不然以前长江北边南京管不到原来这个地方叫浦口县，它只是一个县城，那现在已经全部都成了我们南京的一个区一个行政区叫浦口区。所以当时叫浦口县的时候，它应该不属于南京的直接管辖。属于的，它行政上还是属于南京，但是它新中国之后都属于南京因为那时候用地级市的这个对，它属于县城当时县城。我们现在呢成了我们南京11个行政区的这样的一个江北区。当年中国大地上它的铁路是相当少的，对，因为我们最早的铁路，中国最早的铁路应该是在1897年，一位英国人在上海修建了一个短短的公里的一个铁路用来货运。那其实很长时间内我们都没有。那这个铁路我们讲的在1911年相当于建成之后开始是我们中国大地上贯穿了一个南北的这样的一个交通要道。所以说突然想到这个孙中山当年说要修10万里铁路，对，所以他跟孙权有个交集了，因为孙权的孙10万是10万兵，孙中山孙10万是10万里铁路。临时大总统之后，他从事民生方面的工作，他的构想是要修建10万英里长的铁路。那当年被很多人不理解而嘲笑他，所以称他为叫孙大炮为什么孙文想修铁路呢？是很大原因是这样，因为他在美国待了很长的时间嘛。那美国当时成为全世界第1大工业国，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南北大铁路的贯穿。所以孙先生为什么对铁路这么执着就是中山先生对铁路执着是来自于他看到了，然后第一个工业国家英国，他也待过一段时间嘛。那他自己的老师康德黎先生，这个也是英国人嘛。所以英国能够工业革命得益于2个东西，一个就是纺织机，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运力的提升，那就是铁路。
我们从那个孙先生的角度去看，就知道为什么这个铁路它是极其重要，是在这边。津浦铁路，天津到浦口，所以叫津浦铁路，又叫津浦线。我们讲原先最早的时候是德国人和英国人，他们想要自己出资来修建，来掌握我们中国大地内部的这么一个交通命脉。那后来呢，受到了我们国内的人士的一些反对，因为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津浦以及我们的山东省以及我们的江苏省这么样一个命门给西方人给抓住，所以我们才会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自己借款来修我们的铁路。所以我们看到天津站开始呢，经过了我们的山东省。然后到达我们的江苏的徐州，然后再经过了安徽这一路走过来，你看济南是我们的山东的丰安，然后这边都是我们的山东。到这个地方开始我们看到这儿徐州开始是我们江苏最北边的一个市，然后这边呢我们会经过了安徽，你看蚌埠、闽光，然后到我们的这个滁州就是离南京很近的一个滁州，到这边才开始进到我们的浦口。然后这里就是扬子江，扬子江就是长江，我们也叫扬子 River，Yangtze River， 这是外国人叫的叫法。对。然后过去之后就南京，然后南京之后就去上海。对，从我们南岸的下关火车站，也就是然后通往富临，通往上海。当时从南京往广州的铁路还没修通吗？没有，还没修通。当时的中国大地上最长的就是这一条，从天津到达浦口，然后从南京到上海。到上海，对，从南京到上海。那有人说那不是有船可以坐吗？因为火车还是快一点。对，我们讲南船北马，自古以来中国都是要北方人游牧骑马来交通，南方都靠我们的水来交通。但是呢，你随着时代的一个发展，我们的这个货物的运输、人流量的交流，那你必须修建一个铁路。我们现在也有这么一句话：要致富先修路。那放到哪里，城市也好，农村也好，它都很重要。所以这条大的动脉的一个修建，对我们整个中国的这个近代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他就从南京，他就往这个下游去，就到上海去了。到上海，对，富宁，当时叫富宁铁路。富宁铁路。这个铺我很熟悉，为什么？因为呢，我是做海外华人研究的，北美华侨喜欢叫什么什么铺。比如说北美西岸有大铺、二铺、三铺，那个是橘子树，这个是摘下来的卖的一个橘子。其实当年是没有橘子树在这里，没有，就是纯粹就是朱自清的背影的这篇文章的影响。其实就是朱自清他的家庭的中落是源于他的父亲呢，因为是一个当年呢是属于一个小官员，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一个政府的小官员。那是因为他的个人的生活方面、情感方面的一种走向。导致了就是冲突，造成了他丢官了。因为你在官场，这个故事我们是今天第一次才知道。现在会看到前方这个大的建筑呢，类似于当时的一些货仓打造出来的一个建筑。我们顺着这个方位走过去，一会儿呢会带着大家漫步到我们的长江边上。哇，这就是长江哎！对，我们现在这一段因为长江现在来说，这穿过我们南京城它在古代的时候，它是我们南京城西的一条天然的一个天堑，护城河。所以当年孙权他为什么能够选择南京这个位置来做他的一个定都的地址，也是因为长江一方面方便它的这样的一个运输一个交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有东边的紫金山，以及我们后城的一些天然的山脉。所以当年诸葛亮来跟他结盟的时候促使南京就看了我们南京的地形之后呢，就提出来说，这个地方中山龙盘，石城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给出了这样的一个赞叹。那长江就是功不可没。这个就是长江大桥，对那一座你们可以看到上面汽车在缓慢通行的，就是我们的公路桥下面那一层呢今天依然会有一些火车会通过。浦口站的对面下关火车站，然后当时就是两边对渡口就在这边。然后因为现在南京的长江大桥修通了，完全是国建国造。因为这个1960年代中苏交恶，所以呢这个当时赫鲁雪夫一夕之间撤了一干二净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长江的南岸，我们就是南京市区的最靠近江边，就是当年那座楼。我们后面讲到明孝陵朱元璋会讲到这座了。这座山脉被朱元璋当年在这个地方龙湾之役打败了，跟陈友谅的一场以少胜多的战役。然后因此他把这座山改成了叫狮子山。
他追击陈友谅就是在这里，因为他们现在他是第一站，就是第一站打了以少胜多，用计谋赢取了陈友谅，然后后来他们决战是在鄱阳湖，鄱阳湖，对，刚说错啊。然后朱元璋把这座山改为世子山之后呢，他一心想要在这个山上建一座能够品阅长江的楼，叫阅江楼。我们看到那一座古色古香的楼呢，就是是朱元璋当年想建，但是没有建成因为当时他要修建他的京城啊，然后所以可能考虑到要南征北伐，所以呢，这座楼一直到我们新中国之后，然后修建而成。刚才导游姐姐讲到一个关键人物叫陈友谅，知道陈友谅的刷777，这有没有知道陈友谅的？知道吗？陈友谅是谁呢？陈友谅是这个元末群雄之一。当时呢，元朝末年有几股比较大的势力这个在长江北岸的话呢，主要是红巾军就是其实应该算是朱元璋原本的老东家啦就是红巾军韩宁儿这些人。南边有3股大的势力，一个呢就是盘踞在南京的朱元璋那个经典名言“筑高墙，广积粮，缓称王”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就躲在这边龟缩发展。他的下游是江苏、浙江那一带，这个尤其浙江那一带，浙江那一带就是现在很有名的什么太平年、吴越的据所，对，钱塘钱氏。但是当时盘踞在那边不是钱塘钱氏，是张士诚，这个是一个范言出身的。张士诚呢也是龟缩在那边，这个我发现住在那边的人都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不太要往外跑，因为很爽鱼米之乡，重富之地嘛。然后再往上游走，从南京往上游走，经过了安徽之后会到哪里？就到江西。江西就是鄱阳湖，当时盘踞江西有一股非常强的势力，就陈友谅。陈友谅有所谓的友谅最节，士诚最富的说法，就是张士诚很有钱，陈友谅最节就最凶悍。那当时陈友谅他想统一整个中国，所以第一个要出来要打谁？他得先打朱元璋，才能打张士诚嘛。所以呢，当时他就在鄱阳湖上练了一堆舰队，就主动攻击朱元璋。所以朱元璋在这边打了一个防守反击战。那也是因为这个打赢之后，再追杀到鄱阳湖去，再打了一个鄱阳湖大战。在鄱阳湖大战当中呢，彻底的击败了陈友谅，陈友谅就中流死就挂了。挂了之后，他的儿子陈理其实这个没有这个统治的能力，后来朱元璋就从此发迹就越来越强大。所以这个地方算是古战场吧，历朝历代多少英雄豪杰折戟沉沙于长江，就在这里。1982年的时候，日本人把他们教科书上面的有一个叫侵入中国，这个侵犯的侵改成了叫进入中国。那这件事情他想要靠时间来慢慢的淡化他们当年的这样的一个罪行。那作为我们当年惨案最终的一个地点，我们中国人还是不能够把这个东西给遗忘。所以在1985年的时候，南京市政府呢，在我们当年的从葬地江东门这个地方，就是建立了我们的1期馆。那到了2005年，我们建了2期。那今天的这个2期馆里面展陈的是我们的所有的史实资料，旁边的都是一些遇难的这些档案。那我们现在看墙面星空的一个墙，我们会看到每隔12秒你会看到有一个流星的坠落，在当年那个时间每12秒就会有一个活生生的生命逝去。就跟德国人想把奥斯威斯集中营抹掉有可能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家9口人在1天之内就被日本士兵杀了7口。日本人大量的杀害了之后，他们是不管的。那有很多民间的一些义团，就是民间的慈善团体，他们会来掩埋我们的同胞。所以在南京城呢，目前来说我们有17处。很多人游客来到这个地方，他们会对30万这个数字表示怀疑特别是日本人，他们承认他们的罪行，但是他们不太认可这样的一个数字。我们这个数字不是凭空说出来的，它是根据了当年的各个慈善团体掩埋的17处的从葬地以及一些零散掩埋的这些数据来得出来的，它是有不可辩驳的一个证据所在。我们墙上呢，我们当年的这场屠杀里面，我们幸存者的数据的话有1700多人。现在亮的灯的彩色的照片都是现在幸存的，但是现在我们最新的数据的话23位。日军往南京打的过程中，也有不少的百姓从外地经过南京这个节点，他是要从上海一路苏州，因为日本人他从上海会战之后，淞沪会战之后，他是分3路往南京进攻。那其实就像我们赶着一群羊，那你后面炮火在追击，你只能往这边
逃跑，很多的老百姓他其实面临的就是说无路可逃的一个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南京城在1937年的12月13日被攻破之后，那日本人他能够在连续达到6周的时间里面能够残害了这么多，其实它是里面含了大量的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以及放下了这个武器的这些士兵们。不少的是被解除武装的，对，这些士兵有很多也是受伤的士兵。它是违反了我们讲战争里面的讲不杀战俘或者说不杀这个平民百姓这样的一个规则的这样的一个约定的。所以相对来说，说到底它其实就是一个惨无人道的一个无差别的屠杀。当时震惊中外，就是其他的部队也不敢这样做，所以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有杀伤力的。我们可以看到模拟了我们南京古城的这些城门洞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也象征着日本人就是当年攻破我们南京城，通过城门进入南京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当年是在9·18事变当中，日本人因为他们挑起了这个9·18事变嘛，我们也称为六条湖事件，然后向沈阳城进攻。9·18事变也是日本人相当于是发起了他们的大陆政策第3步嘛，所以在31年发动，到32年我们整个东北3省就已经被日本人所占领。现在很多时候我们会说8年抗战，但是对于我们中国的东北3省的人民来说，它其实是14年的一个漫长的一个抗战过程。对，14年，这两岸教育有点不太一样。我们以前讲8年抗战是全面侵华的开始。对，77卢沟桥，37年日本人借助宛平城事变呢，说有士兵失踪，挑起了这个77卢沟桥事变。那其实也是相当于是从32年他们完全占据东北3省之后，经过了这么漫长的8年的准备，他们觉得他们已经做好了全面侵华的准备了，所以发动了我们的全面侵华。这个故事我们台湾有个厉正杰将军，他的父辈就是打77卢沟桥事变的时候，他说当时怎么回事呢？日本军人跟中国军人喝酒发生冲突之后，中国军人因为对日本长期打压中国非常不满，就有人就出手。日本其实就借这个说法说士兵失踪了，但是其实当时他们早就已经预化好了，只是说找个借口就开始了。当时日军满城搜捕，他是用这样的一种说宁可错杀他也不会放过的这样的一个纪律。此前日本是有很多路线的争执的。其实我们之前就看了很多孙中山史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孙中山有非常多的日本友人。包含孙中山很长期革命都躲在日本，为什么？日本政府是不配合当时的清朝政府把这些革命党交出，也不配合北洋政府的。就是日本人有一派，他们是希望说中国也可以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是也有一群人，他们是以侵略他人来壮大日本，然后美其名叫做大东亚共荣，就所谓共荣这样的说法。所以当军部抬头的时候，这个共荣其实就是一种侵略的包装而已。那原本的这一些跟中国友善的这些友华人士，他们就是备受打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日本社会它的一个变化。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到今天日本不允许有军队，日本不允许他们把武力往外扩张。日本为什么不能做一个正常国家？因为在他们彻底的重新的反省这段历史之前，那没有人知道你会不会重蹈覆辙。日本这个国家它有巨大的战争潜力，这个是他们在东亚，否则他不会搅动东亚整个风流，这是很危险的。日本人他是只管杀的，然后这个他是一个集中杀害之后进行一个焚烧的场景的。这一边就是我们当时的就是南京市政府，我们到了新中国之后80几年的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些建设的时候挖地基的时候挖出来的这么一个从葬地，你根本没办法去把这些骸骨能够区分，说是属是几个人，因为它是全是集中掩埋，层层叠叠堆放在一起。这只是我们江东门纪念馆其中的一个，一会儿我们还会去到一个叫万人坑那个地方。那这张照片就是日本人他们自己媒体登出来的一个非常残酷的一场杀人游戏。当年的2位日本的这个少尉，他们进行一种比拼，说我们看谁先杀到100个人，然后杀得疯狂了之后呢，都忘记了自己谁先杀到100，然后又重新再进行他们的一场杀戮的比赛。所以最终你看，拄着他们的武士刀，然后拍下这样的一个竞技游戏的照片发到他的国内，然后由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字的报纸刊登出来，这就是活生生的一种证据，你无法去抵赖。这个事情大家了解，因为少尉是最初级的军官，所以这个是一个普遍性的施暴的一个状况。就我刚才所讲的，刚才其实姐姐讲的很好，他已经不再把生命当作生命了，对，没错，就如同你去割草一样的这种非常恐怖。因为就是您刚才讲那个，当他的恶一旦释放出来的时候，即便有善良的人，
他可能都被威胁。对，他已经被，就是把他那个人性一点点的人性就泯灭了。是日本当年侵占南京城之后，然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性暴行。那有数据统计呢，就是我们当年可能被残暴的被奸淫的妇女呢达到了2万多人，这个是。我觉得这还太保守了。对，太保守。对，只是说有记录的，有报案的。对，有记录的，有报案的，有医院，有那个鼓楼医院，我们的一些西方的人的那个教会医院里面收诊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数据。因为2万多人说认真点，就是这些医院能收治的极限。对。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成为当时亚洲的独强。其实甲午战后就是了，因为打败了中国。那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已经证明自己不仅是列强，而且是列强的前半段。对呀，所以他就觉得他有信心，只要把中国灭亡掉，他就可以称霸亚洲了。但是因为这个时间上百年的时间了，所以很多人会对日本的感觉就是说，日本是一直都强国。其实从整个亚洲史来看，日本作为亚洲头等强国，这个是到近代，到非常近现代才发生的事情。其实它一直以来都距离中国都相当的遥远。这个国力上面，其实就连位置方位上面，它也是离中国更远了存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寥寥8字。但是在这个剧烈变化的国际当下，它似乎很难被一部分的人真正的领了于心。所以这也是我们所看到，今天来这里也是带给我们台湾比较难体感到很实际的，包含甚至很多的大陆的朋友没有来过这里的，第一次来的，那感受就是非常非常的强烈的。那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亲自来这里领略，什么叫做和平的珍贵，什么叫做人性的光辉，但是什么是人性的堕落，甚至是魔鬼之门。这个其实是让大家好好的去透过这样很实体的感受而有所变化。这个应该是我们此行最沉重的一个环节，但是我觉得这个环节是千万不能落下。今天其实除了我之外呢，我们其他几个小编都是第一次来到这里，那我想感受应该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云锦它到底有多特别，可以被拿来做龙袍？江南有3支灶嘛，那其实我们有3大名景，一个就是南京的云锦，被称作3大名景之首。另外一个，如果大家到苏州去，会有苏州的宋锦，还有一个就会是四川的蜀锦。先出现蜀锦，然后在宋朝的时候出现了宋锦。那云锦呢，被称作中国丝织工艺的最后一座里程碑，它到现在还无法完全被机器来替代。所以我们的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已经发明了超越现代的智慧。江宁织造，这是当年是个肥水缺啊。这个因为做造这些织造的话呢，它这个是上供到中央嘛，所以它呢这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利润的所在。云锦我们刚刚讲了，它是以前江宁织造府织龙袍的工艺。那织龙袍最难的就是要这个装花，装花它是一个工艺体系，它也是一个成品。那我们看这装花上面有什么特别的呢？看它上面在发光，对吧？对。云锦它特别在于说它会装金、装彩、装孔雀羽。但云锦最基础的材料是什么？是桑蚕丝线。对，蚕宝宝吐的丝多细呢？只有大家头发的1/10。然后经过染色之后拿来进行织造，所以云锦它叫做丝织工艺。老祖宗它在于说，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面料它有更好的表达，有更漂亮的表现力，我们可以把金线跟蚕丝线也一起织到云锦的装花段里面去。所以直到现在机器无法替代。在第二点，这边有2朵牡丹花，对吧？对。云锦它特别在于说，它叫做逐花异色。但不是讲花朵，是逐个花纹有不同的颜色。比如说，你看这边2朵牡丹花，它的花型方向一样，但颜色是不一样的。再往上，我们看这些跳舞的小女孩，每个颜色都不一样。大家再看一下自己身上的衣服，为什么现在机器做不到？因为机器它就是通缩，它一根梭子就带一个颜色过去。所以如果机器要来做这个的话，它只能是全部一个颜色。但老祖宗它可以做到逐花异色，让我们的颜色表现更加的丰富。它这一块锦要织多久？云锦1天就只能织5到6公分，所以叫寸锦寸金。哇！那前面刚刚跟大家介绍云锦以前做什么的？龙袍，对吧？这就是龙袍，分到3种不同颜色的黄金线。那大家会好奇，为什么黄金它还可以有不一样的颜色？以前在融化金块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再加入其他不一样的金属，比如说我加入点铜，它就有青绿色。或者是我加入点银，它就变成银白色。那这个3色金龙袍料上面呢，龙头98的赤金含金量最高，
它让这个龙感觉是比较深沉勇猛的。龙身加入了一点铜，88%的青金。那这样子穿上去之后，龙头是沉稳不动，龙身是可以飘逸的。它用颜色或者是材料的一个差别，我们有艺术上的一个审美。好，再刚刚讲到第3种金，大家猜在哪边？我们第3种金就是现在发黑的地方。哦，黑金。其实黑金是我们现在的说法，但以前这个叫做白金，就是俗称的银。但银放久了遇到空气氧化发黑了，所以为什么我们戴很多银手镯都要去做氧化还原，对吧？好，如果这条金龙代表着皇帝，那皇帝要的美好生活叫做福禄连延不绝，江山永固，日月万代。所以看到每一匹的云锦面料都会有不一样的故事内容。这个展柜展示的是我们明代跟清代2个朝代不一样艺术特色的官补。云锦以前给谁织？给皇帝织龙袍。但以前还有一个方式可以拥有云锦，那就是当官。那以前的官怎么当？这边是文官，文官都用飞禽来展示；这边是武官，武官用走兽来展示。所以我们有个成语叫文禽武兽。所以我们有一句成语：当你拿到云锦的衣服，你穿回家，那叫什么？叫做衣锦还乡。哦，那他是发这样一块给他们，还是一整个面料？就这一块。哦，一整件那只能是龙袍了。OK， 要不然就是王爷上的嘛。好，那我们在讲衣锦还乡，是表示说你穿上锦缎的衣服回家，对吧？好，那我们如果要祝大家有美好的生活，大家会怎么祝？我们会祝大家对锦绣前程，前程要似什么？要似锦。所以锦就会代表我们美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向往。大家前面看到云锦的面料纹样变化非常多，配色非常多，所以前面都要先做好纹样设计。所以云锦它不是单单那一块面料，而是一整个工艺的一个体系。而且草稿它还要分阶段，一开始我们也是拿到一张在宣纸上画好的国画，但一张宣纸上的画，师傅能边看边织吗？做不到的，因为没有任何的参考线。所以老祖宗已经发明了一种方式，跟我们现在科技很类似，但大家知道是在好几百年前就已经在用了，叫做意匠格，这个就是像素格的雏形。这个是传统的意匠纸，你看这么大一张纸，它能放到织机上吗？放不了，没地方。而且师傅也不可能一直去卷这张纸，那也就是说，这张像素格还要再经过一道工序。这道工序叫做挑花结本，把一条纬线上要织同样颜色的地方，用这个竹篾子把它全部挑起来。CC 的程式语言 ，OK， 有挑起来的地方叫做1，没挑起来的地方叫做0，但是又比10还更复杂，因为10它只是做排列，我这边我要记它的颜色，记它的位置，甚至有时候用到金线、特殊材料也要做另外的标记。宋应星，明代的一个大科学家写到说，凡云锦挑花者，心计最工，因为一根丝线都不能挑错，对，挑错了，后面师傅也不知道，就照织嘛，就会织错，那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可能就像大家手机坏掉，不小心摔到地上，出现了一条黑杠，所以云锦它是讲求精益求精，一步都不能错。那我这边挑花，挑完之后，我到后面打结成本，就这个叫做花本，是这一整卷叫做花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一条纬线上师傅要织过的颜色，它的一个数量。那这一整卷呢，才是一个纹样要织完的数量。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上面有密密麻麻的花本，每个机台后面都有，有些甚至会用到3卷花本才能记录完。那我们这样前面的准备工序准备完了，我们才能开始织造。好，那我们要怎么织云锦呢？首先我们用到这台叫做大花楼木织机，高4米，长5.6米，宽1.4米，基本上跟一台小巴士差不多了。有1924个木质的框架的零件结构。那它要怎么运转起来呢？它需要2个师傅一起配合。上面有一个人负责解开解码我刚刚打结的花本，解码完之后跟下面的丝线绑起来，把纹样信息传给下面的师傅。来看下面的师傅每次都有不一样的开口，他就来进行织造。好，大家可以注意看，这一次你看这2根，等会儿可能是提起来不一样的线，连我都不知道下一步会提起来哪些地方。看，这次换到那边去了。2个师傅一起配合，1天8个小时，只能织5到6公分，所以云锦叫寸锦寸金。那这一件呢，很雅致了。这一件是跟万历皇帝 CP 情侣款的孝端显皇后的吉服，这个是皇后的了，没有，就这暗纹非常的立体。对，它其实它是一个平面。哦，这个就是云锦特别的地方，它只是用到不同颜色的深浅对比，让你有视觉上的裸眼3D 的感觉。我的天，裸眼3D 都来了。老祖宗在以前用丝线就可以有裸眼3D 的感觉，所以我们就讲，我们的工艺其实是世界级的，我们值得继续把它传承下去。那大家可以跟着我的脚步，然后看我手指的地方，
这个叫做龙袍织成料。以前皇帝的一件龙袍就是有这样子17米长的料子一气呵成织完的。因为龙头是不能剪断的，所以当时织龙袍都要量好皇帝的身体数据。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就是前襟、后片，全部都织完之后，裁缝只要沿着空白的地方把空白的地方剪掉，就可以直接缝合拼起来。所以皇帝身上的衣服就不会有任何的缝隙。就有一句成语叫做“天衣无缝”。天衣无缝哦。大家好，这是第3天，然后呢，我们今天在哪里呢？我们今天在明孝陵里面哦。今天呢是一个陵寝之旅哦，我们会有3个陵寝啊。这3个陵寝，第一个当然是明孝陵本身，谁的陵呢？朱元璋明太祖。这是明孝陵的4方城。那其实呢，它就是放它的这个碑文的地方啊。大家也知道，我们去过很多皇帝陵，它都有下面这个赑屃会扛这个碑。当年呢，据说朱元璋在找陵寝的时候，也是因为看到这个东吴孙权就选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肯定是风水宝地啊，所以呢，他就把这个陵寝选在这个地方。所以呢，明孝陵里面还有陵中之陵啊，好，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来到朱元璋这里是非常重要。那朱元璋对于这个后世影响非常大，因为他是第2个被号称是平民皇帝。还有谁非常欣赏他呢？毛泽东非常欣赏他。了不起的人物哈，毛泽东最欣赏的几个人物之一呢，这个朱元璋是其中一个，所以我们今天就好好去逛一下。碑文谁写呢？碑文是他儿子来写，但是也有一说啦，后来的帝王不喜欢人家后面写，所以有时候自己先拟好或大概的意思，然后让儿子去揣度一下。走吧，我们继续看。对，你看那个碑文，哇，这个气势比无字碑还夸张哎！你看朱元璋要就是什么，拎碑个被做大哎啊，真的是很厉害。大家排队照相。它是被我们称为南京的最美600米，因为在除了它的60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沧桑的线条比较圆润的大石刻之外呢，它的周边还栽了很多的各种颜色的树，比如说我们的乌桕，到了这个秋天开始，它就慢慢的变成红色，而银杏开始慢慢的变黄，所以这条路呢，沧桑的这个石像，再加上我们的这样的不同的树木的颜色，所以每年的秋天呢，明孝陵会非常的人多啊，就是它美嘛，最美时刻。我们这个讲到明太祖朱元璋，还跟这个清朝的这一些皇帝有一个关系，就是清朝的皇帝其实是他们的祖先其实是明朝的官员。好，大家知道，就是努尔哈赤他当时所谓的7大恨嘛。那为什么他们恨呢？因为呢，他的爸爸跟他的爷爷其实都是有正式的官职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是有一个原祖上的从属的关系，所以这也是清代皇帝在推崇像是朱元璋这样的一个比较伟大的这个明朝的皇帝的时候，我觉得在他们的思想上面，他就是可以比较好的去推展这样的一个这个祭祀的工作，因为大家知道，不是每一任的皇帝他都会去祭祀前面的皇帝，有时候就一些政治原因嘛。对，那这个做法呢，也要去凸显出什么呢？因为当时这个满族其实它是由3种女真人合在一起的嘛，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那野人女真就开化之外，就在今天可能外兴安岭等等那个地方，然后这个海西女真呢，就是捕鱼这个现在还有一些他们分支出去的。那建州女真其实是汉化比较深的，他们很多人其实是会讲汉语的看看每一种这个石像，朱元璋为什么会把他的石像选这些品种放在这个地方？那每一种呢，它都有它的一定的意义。第一种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卷的发髻能够看出来，它是狮子。有没有想到狮子山朱元璋和陈友谅的一个以少胜多的第一仗这一场战争就像一个男人的胜利的勋章，是他打的比较关键的一仗。所以呢，狮子一方面代表的帝王他的威严，但同时也是朱元璋他觉得自己可能更像一个雄狮。这里有个有趣的事情就是说，就在中国其实是没有狮子的。对，那为什么会有狮子？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那个狮子的话，现在大家都觉得在非洲嘛，有一种说法是在上古时期其实是有狮子。亚洲狮当时因为气候的关系，其实在中国是有活动的。那到底具体是什么样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可以把你的想法呢丢在我们的留言区，好不好？这个你现在这个聊天室那边，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中国人那么推崇狮子，可是中国却没有狮子？你们猜第2组，你们如果是朱元璋，你们第2组会选哪一种神兽来给自己就是来给自己站岗？一组都是4个，对不对？反正肯定是越往里走越靠近帝王，对不对？对。你们觉得作为一个帝王，他可能更需要的是什么？神兽。我们觉得隔着肚皮，我们是看不到人心的。对。那一个帝王，他想要去判别他下面的人对他是否忠心，你是忠臣还是奸臣，那他就需要有一种神兽我们传说当中的独角兽谢豸。
是不是谢志呢？传说当中他能够善变中间。对。那如果您是一个坏人，我会用我的脚来顶你。这个就是我们的文武方程，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朱元璋给自己打造的进皇城的门头，就是他的第二道。这个《智龙唐颂》特别有感觉，是为什么？我记得我大二的时候上明史的课，老师在 PPT 上他就放了这张《智龙唐颂》，他来过。今天终于有幸到了这个地方啊，算是也是一种朝圣吧。这朱元璋有个特质啊，就是他对于后代，我刚才说他有控制狂皇帝嘛啊，其实明朝皇帝呢都这个蛮有偏执属性的啊。那朱元璋的偏执属性在于说呢，他一直觉得他要这个超越以前的各个帝国，因为他觉得他太不容易了。他认为他甚至他的出身是比刘邦还为寒的。刘邦这还当过泗水亭长嘛，朱元璋就是个放牛的孩子，然后后来还当过和尚，所以呢，对朱元璋来讲，这个他觉得他的成功啊是无与伦比的啊，这也是一支赑屃。好的。我们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智龙唐颂》，其实也是见证了什么？第一个是对朱元璋最高的一个赞誉，那是谁给他立的这块碑呢？写的这个字呢？那就是我们的康熙第3次来拜谒明孝陵南巡拜谒明孝陵时候写下的。清人入关，那其实在当时政府上有很多民间的团体叫反清复明，他们总认为这个满人入侵啊，你们是少数民族嘛，我们要恢复我们大明的江山。那我们的这个康熙皇帝一次次南巡，其实就是巡视自己的土地，那同时呢，震慑江南地区的这些高官。第3个就是我要让你们汉人向你们汉人表明，我对你们汉人的前皇帝我是很尊崇的，我来拜谒他。那写下了这个《智龙唐颂》，他其实就是对朱元璋至高的赞誉，他夸赞他，你治理国家兴隆的这个程度，你是超过了唐太宗李世民，超过了宋太祖赵匡胤。你想想，他作为一个清代的了不起的皇帝，他赞誉朱元璋超过了唐太宗，超过了赵匡胤。我们想想，4个帝王相当于是给了朱元璋最高的一个评价，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赞誉。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才是原先的这个建筑的地基，它是一个95至尊的一个像类似于金銮殿一样的规格。我们可以看到啊，你如果从东往西数，你会发现这样的圆圆的柱基会有10个，10个柱子形成了9个空间，我们讲的9开间。而往后从南往后数，你会数有6个柱基，那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5个进深。那皇帝你才能有这样的一个95开间的建筑，它的规模非常的宏大。我们刚才上来的是3层的台基建筑啊，只有帝王才能用3层单壁。大家知道这个石阶这个上面这个立面就是放那个巨木啊，那当时都是从这个找那个金丝楠木哦，大家知道金丝楠木有在玩那个木料的就知道金丝楠木是超级无敌贵嘛。然后这个规制其实后来成祖朱棣也这样干。那也就是因为明朝皇帝修宫殿非常的凶，就是用料非常的凶，再加上呢明朝之后啊，这个我们知道宋代之后占城道就早熟道的使用就1连3座嘛，然后再加南方的开发，所以这个粮食很充裕，就开始人口暴涨。然后呢，人口暴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南方人还好，到了长江这一带呢，冬天取暖是个问题，那南方又缺煤。所以呢，就大量的砍伐山林哦，所以这个山林砍伐就一路从明朝砍到清朝，砍到民国，再砍到共和国初期，一直砍到近年，哦，终于这个国家富强了，好，重新开始恢复这个山林哦，所以你会看到现在很多的森林啊，尤其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你会发现它这个树种比较单一一点哦，因为在早期呢，在做山林富裕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做的，所以这种老木很多，它就真的是。去找这些大型的几乎每一棵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可能都算神木等级了吧？对啊，这就像这个日本人在台湾砍 hinoki 嘛，砍块木就是哪里得砍哪里去啊。然后它这个木头非常大，据记载基本上是一个人环抱不了的这种巨木等级，而且它要又直又挺哦，那长歪的也不行啊。所以呢是这个样子，好吧？那我们继续看。里面会有一张朱元璋的像。那其实我们经常流传民间的朱元璋的像有2种，一种就是这一种我们觉得更贴近一个帝王正常人的一个面相，对吧？但是我们其实更让我们注意吸引别人眼光的是他那一张斜八字脸，很凶恶的那一张，像勾得下来的，对不对？很多人就判断，那我们很多人面相，你做了皇帝，你可能说你的长相其实不重要，我更重要的。强调一个奇，我的父亲长相就是奇，他就是不同于常人，他才能坐上皇位啊。所以其实应该是在朱棣的一个默许之下，
才让他父亲的一个走齐路线的这个面相传播下去。但是也有书籍提到过朱元璋，其实很多书讲到朱元璋，这个才是贴近他。你即使以前瘦脸长，但是你长了一点肉以后，不可能是那么一个形象。我关掉。这个我补充一下。因为我们以前上过一堂课叫明清古迹文物然后我老师叫朱宏老师，然后我之前直播也有聊过，朱宏老师呢，他是专门做这个民间画像的研究的，在他的考证之下因为他是北京故宫的这个研究员联络的研究员，他在台湾，他说这个应该真的长得是这样。至于奇象呢，就是这个很多的说法，因为朱元璋太传奇了。好，那这个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去对照了明朝后面皇帝的画像。基本上那个奇象就跟后面对不上来，除非要么朱棣是私生子，别人的私生子不是皇帝，要么朱棣的儿子是别人的私生子，那不是嘛因为为什么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个朱瞻基是这个宣宗皇帝跟这个成祖皇帝非常的好是好圣孙嘛但是呢这个宣宗皇帝有人一般认为他除了黑了点出身特别黑和黑色素沉淀的关系之外呢，他的面貌就有如太祖皇帝去对比了一下，大家可以去对比那个明朝皇帝的那个样貌其实他们家是长得有点类似的。其实一般认为从宋朝皇帝以降，这个宫廷画像都有留下来嘛。那尤其明清两代皇帝的话，一般来说还是比较贴近皇帝的真实，因为这个最有名就宣宗嘛，宣宗长那么黑，他真的把他画得黑黑的，就是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去翻一翻。那这些在网络上我们都找到，它其实就是其中就是这一张。那太祖这个他应该是他晚年的样子，所以刚刚还讲那个奇葩像，也有人认为就是说要创造一点玄奇嘛，就这种感觉，说赖痢头说他长得像蛤蟆一样但是我跟大家讲，千万不要相信，因为他也是人没有那么奇怪的东西，好吗？那你看到他，你觉得你会服气吗？这个不会第二个人是谁呢？在明孝陵里面呢，还有一个皇帝，他在历史上呢相当有名气，但是他的陵寝目前这个还没有开起来，是意外发现的，是孙权。东吴大帝，中吴的开国者当然他呢实际上在位时间非常非常的长这个超过50年但他称帝之后也在位了20几年。今天呢他的讲陵，蒋中正的讲陵，因为这里据说叫做蒋山也在这里。特点，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吴大帝孙权纪念馆，特别选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去了一个武侯祠嘛，然后武侯祠其实就是中国唯一一个皇帝跟臣子并列的帝陵那他们的老冤家呢？为什么叫老冤家呢？他们既联合又斗争，对吧？就跟国共一样，是谁呢？就是孙吴大帝孙权。182年到252年你可以看到他活了70岁三国时期平均寿命大概是30岁。他有一个特色是因为生子当生，知道吧？这个孙仲谋嘛，这个曹操给这个评价，所以孙权呢，这个除了刚才讲双重异色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他在位时间特长52年从他接手他哥哥孙策的摊子之后，他哥哥的死是一个很意外。他哥哥呢，孙策当时已经叫江东小霸王，基本上已经有一统江东的气势。但当时江东还有一些势力包含刘表的势力，刘表有个手下叫黄权所以当时呢，这个他们去打猎的时候遇到了这个黄权的这个手下呢，意外中流死就挂了。所以孙策的死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所以孙权就临危就接了这个摊子，那就开启了他非常非常长的一个执政的生涯我们这个地上的这个铜板上面呢，把孙权的他出生开始，然后一直到他的这一生的这个王朝打天下的这个过程，这个设计挺不错的。对的，你们可以从公元前180他的降生开始，182年出生。那我们其实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是孙权的一个西征，就是他的哥哥逝世之后，他的才真正18岁就接过了他父兄的这样的一个大业，然后先是建了一个，当时改南京叫建业，后来又迁回武昌。其实它是有一个迂回的，它占据了我们的镇江一部分，然后最终又迁都到南京。它也是看中了我们南京的一个西边的长江，以及我们南京后面有很多的山，很适合他攻守嘛。所以他后来才是在我们南京定都，成了我们六朝古都第一个定都的一个帝王。刚才我们有朋友问说，孙权的墓在这儿，他没有被盗吗？那其实孙权接过这个家业再迁都，他是一个非常简朴的，他甚至建他的太初宫，他是从武昌把他的皇宫的旧址上的材料拆了以后运过来的。所以到他去世，他不一定，他这个家业他不会说我的墓里面陪葬这么多，所以他的墓我们没有听说过孙权的墓被盗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孙权呢，他的这个女儿非常的骄横，
好，所以晚年也干涉到宫中很多的事务。然后孙权晚年很迷信啊，好各种的这种迷信，所以导致他的宫中啊这个非常的混乱啊。那比如说我们刚才看这个孙权的这个世系表啊，孙权其实他有这个太子孙登。孙登呢，跟刚才讲到朱标异曲同工之妙。孙登被孙权着力培养为他的接班人，但孙登呢早逝之后呢，这个就考虑到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如果主少国弱，那这个是没办法，所以要有国赖长君。他呢就找孙亮，孙亮是孙权的少子啊，但孙亮呢，当时其实啊，他的这个2个女儿孙鲁班跟孙鲁豫啊，这孙鲁班非常非常的跋扈。那当时这个孙权的一些远支的宗亲啊，因为孙家人很会生啊，这个远支的宗亲啊。这个就霸占这个朝政啊，然后甚至跟他的孙鲁班呢之间都还有这个讲白了就是这个传递关系啊，所以就很复杂啊。后来呢，到什么时候才稍微朝政才稍微稳定下来呢？其实中间还有孙和当太子，但也被废。后来是传到了6子孙修啊。那孙修其实他运气很好，这不能讲，他就是说他一开始从小就没有被当作皇帝培养，所以他其实是很边缘的一个存在哦。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儿子们取的那个名字，那简直啊，孙湾、孙公、孙蛮、孙豹，这个孙包就没人会念哈。这有人说为什么取这么这个罕见的字呢？好，简单来讲，就是因为孙修当时被完全排除在接班梯队之外，但反而是孙修在位的6年是孙权过世之后啊最安定的一个时期哦。孙修这个人呢，他比较与民生息啊，但是呢，后来孙修这个。晚年不行的时候，他还很年轻啊，但他也知道国赖长君啊，所以呢，后来呢又传位给了这个孙皓啊，孙皓是他的侄子啊，是这个我若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孙和的被废的太子的，对，孙和就是他的哥哥啊，这个被废的太子的后代啊，这个孙皓啊，这里吴末帝的长子。那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孙家非常不重家学，所以孙家的这个养成就是没养成，一群野孩子天天野放。其实这个概念事实上在这个孙坚跟孙策的身上就体会相当多，孙权也有孙策会死，大家知道就出去游猎死掉的，孙权也是超爱出去打猎的整天最喜欢打鸡所以呢。对，吃鸡真的去抓鸡这种比较随性，很随性，非常随性。他不是真正的出身于那种世家大族的，没错。他父亲就是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硬打出来的一块田地。没错，中山渡口。中山码头嘛，中山码头在哪里呢？它其实就在石头城的这个位置。大江指的就是现在白鹭洲连在一起了吗？不，白鹭洲是我们那个原来李白诗里面写过一首诗叫“二水中分白鹭洲”，是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看到没有？这个它其实是原来西边长江里面的小岛，那小岛现在它是不在了。当年李白写诗在我们哪里？在我们南京的城南这个位置，看长江写下了这首诗。是因为淤积的关系连在一起了吗？但是现在没有，为什么没有？是因为我们的朱元璋他是填湖，填那个燕雀湖造了他把整个都城原来的6朝的宫殿移到了整个城的东边，靠紫金山，所以他把这块湖填了一部分，把三山白鹭洲挖了一个填湖，造了他的皇宫。所以他的皇宫的地基，它不像他的明孝陵的地基那么高，它是要下沉的。所以为什么他一个要迁都，一个是从地理的位置上来说，它不是中国大版图里面的核心，所以他要迁都。第二个，他的皇宫它是地基是下沉的，因为它是填湖造起来的，时间久了以后它会慢慢的下沉。所以我们今天的白鹭洲和我们的三山只留下了我们的地名，叫三山街地铁站，是古名，从诗里面拿过来。那白鹭洲现在换到了哪里呢？就原来的岛已经不在了。我们今天的夫子庙，你们坐夜游夫子庙的船的时候，你们会经过白鹭洲公园。那正好我们的这个移到了这个位置以后，我们的秦淮河进城的时候，正好是二水从这个地方分了以后，把白鹭洲现在的白鹭洲公园包在里面，又有了李白诗里面所谓的二水中分白鹭洲的感觉，挺好玩。历史的复现。对，蒋山就是我们讲紫金山这座山，它现在叫中山，古代也叫中山，也曾经在孙权时期它叫蒋山，所以叫蒋陵。对，当年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武将，他在这个东郊就是追贼的时候被杀害了，那就为了这个纪念这个蒋子文，所以孙权把这座山改成叫蒋山。为什么它叫蒋陵？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呢，第3个呢是孙先生孙中山。孙文的中山陵，今天是3陵共构因为古代人说陵寝给谁？给帝王孙先生也当过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也是事实上的就是国父嘛。
所以它的墓用陵这个字呢，那当然是非常合理跟合理的。整体从上到下，它的主体部分全部用白色的花岗岩、蓝色的琉璃瓦，切合了国民党的党徽。它从上到下，它其实是有一个微微的往下打开 T 字形的结构。那像什么？像我们古代的那个鼓的钟敲响，那个钟音声音能传出很远，我们称它为叫木渎。那当警钟敲响的时候，它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是发聋振聩的，是提醒你们把先生的遗言要记住，我们的革命还没有成功啊，同志仍需努力。从祭堂最顶端的那个祭堂往下，一直到那个中间那个陵门，就是排放过后，陵门前面它其实有个广场是圆形的，其实就是女燕直设计的一个钟摆的一个形状，所以我们把整个的陵墓呢是庄严又大气，那既有中国传统建筑的精美，同时呢又不失我们的一些西方的元素的一些引用，比如说临门的那个拱门啊，铸铁的这样的一个门。当时日本人来到了南京的时候，这个除了这个孙中山因为长期待在日本嘛，革命的时候包括同盟会都是在日本成立的，在东京成立的。1905年，那他一直都有大量的一个追随者在日本的学界或者是民间哦，包含宫崎滔天是最有名的，又叫宫崎英藏。有一个点，因为后来南京由汪精卫来成立了这个汪精卫国民政府，一般又称汪伪政府，因为呢他当时啊。也是用青天白日旗，也自称是国民政府。有一个叫做反共和平黄色的这个小三角巾，但是其实后来也没有一直长期用这个。那一般就叫汪政府啊，或者叫汪政府。这个汪精卫呢，他也是自诩为这个国父的真正的门生。对对对，但实际上确实是因为他长时以师事孙中山，当时有几个以师事孙中山的，这个汪精卫、廖仲恺，对，这几个。胡汉民哦，对，一个左右嘛，张静江，对，这个都是跟随在中山先生左右，而且像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他们处理的都是比较复杂的一些革命的问题啊，像胡汉民、廖仲恺的处理钱的问题处理很多，好，那也类似国父的分身，看到他，大家当时包含南侨啊或者各地的，大家会这个很服气的，所以汪精卫后来在这个跟蒋在北伐的这个过程中的斗争啊。这个失势啊，其实汪心内心是很失落的。好，那后来抗战开始之后，那汪精卫就在跟日本的这个商讨之下，那他觉得直接武装对抗，让这个老百姓陷入战火，不见得是好。这当然是他的说法了哈，我们就这么说，我们就尊重历史嘛。那所以呢，他就到了南京。当时日本人攻陷南京之后，他就到了南京来成立这个。南京的重新成立的这个由汪精卫为首当时的副手叫陈公博。那陈公博这个人也是极其传奇啊他当过共产党，当过国民党，又在汪伪政府干到这个日本呢这个投降，后来他也是遗憾间被判了嘛。所以这里面就有很多的这个细节在这里所以为什么没有对中山陵产生悔切？因为所有人来到南京，每个人都自称中山信徒嘛，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到底是你看。我刚才讲蒋、毛、汪、胡，然后廖，每个都是所以这个是说为什么我们最近做这个打吕节系列特别的火大，因为他们根本就搞不清楚这个状况。什么状况呢？就是孙文到底在民国的时候享有什么样的一个民间的声望，这很重要。大家想修中山陵的时候，这地方根本就不是国民党的地盘，真正的中央政府在哪里？当时在北京，所以在南京葬中山先生靠什么葬？叫做党葬。其实这也体现一个事情国民党在进入到民国之后呢，几经城府因为革命事业受挫很严重嘛。民国元年孙中山干了3个月临时大总统，就把他让位给了袁世凯嘛。接下来袁世凯一直干到民国5年，这个搞红线帝制，把自己给搞到忧愤而死嘛。后来接着就段祺瑞。然后接下来是这个曹锟然后中间还有辫子军张勋的复辟，然后接着曹锟之后呢，又有冯玉祥跟这个张作霖联合执政，然后呢，在这个，所以他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个大家车轮战这个军阀呢从皖系换到直系直系又跟这个直奉又打仗了，曹锟打败了张作霖，张作霖回到东北去，直奉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打完之后呢，后面呢奉系不爽，又打了第2次直奉战争那这第2次直奉战争的当中直系干将呢这个有基督将军之称的冯玉祥倒戈嘛，直系所以瓦解然后这个卢佩甫呢，本来这个直系干将就盘踞在两湖这一带、河南这一带，所以就第2次直奉战争。那这个第2次直奉战争就跟钟汉先生很有关系。为什么？第2次直奉战争结束之后，当时冯玉祥就商请孙中山
赴北京共商国事，当时身体非常不好了，宋庆龄是坚决反对。这个一去啊，大概老公要没了。但中央先生觉得不行，终于拨开云雾见天明啊，有一个比较有文化的这个将军，他信基督教嘛哈，虽然其实冯玉祥是很野的啊，路子都很野，所以呢就北上赴北京共商国事。这一商完，肝病爆发，就在北京协和医院就过世。过世之后呢，就是我们昨天我们看到的，一路呢就送到了浦口车站，从浦口车站特别修了一个中山码头。把中山县的陵寝这一个灵柩就送到了这个中山车站，并且修了中山路，然后就送到了中山陵这样子来进行安葬，然后后面把它给完工所以这整个故事我们今天就有没有逻辑就闭环，就是这样子形成的。可是呢，真正的意涵反而是在它身后革命走向了分裂嘛国共呢从联合变成斗争嘛，也就是第一次国共内战还有呢，国民政府也分裂了。国民政府里面呢，比较偏的这个文官系统的汪精卫呢，被以黄埔军系为首的蒋介石呢给打压。但是呢，这个打压又不是很彻底因为毕竟老革命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呢才会出现这种很神奇的宋美龄住在国民政府主席官邸的美龄宫，但她事实上已经不是国民政府主席夫人了所以我今天在这个逛美龄宫的时候，才给大家一个想法怎么会有这种可以私修宅邸用官费的方式首先，这个地面证明第一个就是老蒋对宋美龄是真爱，但是宋美龄对老蒋呢是真用就真的很会用，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老蒋在1931年12月15号就辞掉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北伐的时候就跟汪精卫决裂了啦，后来就派了一个老好人就林森就先代理，后来就接任了国民政府主席长达10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相当于就总统，所以台北有林森北路，不是写反了，很多以为是森林写反了，不是，林森是个人，好不好？他是福州帮的，然后老革命，但是他本身比较没有这个派系的色彩。然后呢，这个地方所以叫美龄宫。可是他完工的时候，老蒋已经卸任国民政府主席了，对，由林森来担任，所以就出现很有趣的现象。林森对这个楼修花那么多钱，非常的不高兴。但林森又没有实权，因为大家下面的架空了，对，下面的部下其实都是听老蒋的。那老蒋已经把汪精卫给打压了，所以呢，这就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叫国民政府主席官邸，那正常来看是林森来住那可是林森也不住这，所以呢，他们就常常为这楼吵架。宋美龄很喜欢，所以他就常那边接待。然后后来他们的讲法就是说，来列中山陵的时候，大家来这边吃吃喝喝，但其实实质上是他在用嘛。然后林森又想把他赶出去，所以这个就是林森跟宋美龄 battle 的地方。他不是以私人的一个别墅来修建，他是以国民政府主席官邸的一个名目来立项。然后当时预算呢是达到了我们的24万两银元预算其实已经很高，但是呢，为了达到宋美龄女士对生活品质的一个要求，所以呢，最终呢就是超支了50%，达到了36万两银元。那当时造制油呢，就按照我们传统的中国的建筑，我们很多大户人家都会有后面有主宅，前面会有一个门头相当于两进嘛，前后两进，那连接中间呢，前后的两进通过一条步行道来回到主体。那我们宋美龄女士出生于上海嘛，她到美国去读书罗斯福总统还送给了她一辆别克轿车，所以汽车道对她来说又很有必要，所以我们造制油给她在这个两侧修建了一个汽车的进道和汽车的一个出道所以形成了整体的现在美龄宫的一个大体的一个构局。当初设计的时候，就是不是就是设计成这个珍珠，还是这是个意外？它是这样，你不能说当年造纸油它是不是能够爬到上空看，我设计的就是这样。它其实是经过了将近100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之后，无意当中航空拍出来了。所以可能在50年前还没有这个样子。没有人发现过。美龄宫呢，它最大的一个价值是给予我们今天留下了一个民国建筑的精品，就是它是一个典型的中西合璧的一个宫殿式建筑。它外观就是一个完全的中国宫殿式的外观，但是它的内部从它的窗户门，包括它内部的一些设施装修的地砖墙群，包括卫生间的打造，就是它里面都是进口的一些东西。那当年司徒雷登来了之后，在这儿落脚之后，赞誉它为远东第一美术。外观的这个建筑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仿我们中国传统的宫殿的一个建筑。然后我们主要看什么？你们看那个圆圆的瓦当，上面雕刻的都是什么？栩栩如生的凤。看到没有？凤。所以我们为什么老百姓说这个宫，我们称它为美龄宫凤宫，有一个
双凤戏珠。我们大多数帝王用的是什么？是双龙戏珠，只有皇后啊，她才能用凤的元素。你看啊，这个双凤的一个戏珠的一个图案。这个大的阳台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有34根这样的望柱，每一个望柱都是雕刻了凤的元素，就是专门定制的。34根契合了宋美龄女士的生日啊，3月4号。我看完了，就是孙先生呢，他所有的这个起居呢，都是宋庆龄就亲手打造的，然后宋庆龄全部只挂合照，完全不挂自己的单独照片。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呢，在这个宋美龄的这个卧室只挂自己的照片啊，但是呢，蒋介石呢，这个是挂了宋美龄跟他的合照，反而没看挂自己的独照。那这个孙中山故居呢，是完全依照他们生活的这个起居所复原的，所以全部要么孙先生独照，要么就是孙先生跟宋庆龄的合照。唯一一张宋庆龄独照是管方人员在宋庆龄这个他们都称为先生哦，宋庆龄先生哦，这个感佩他对孙先生还有对国家的贡献，把他给挂了一张定妆照，很好看的定妆照。我说那如果说宋先生在这边的话，我问了管方人员说宋先生在这边的话，他会愿意挂这张吗？管方笑了一下说可能不会。所以呢，这个是管方人员在宋先生过世之后，他才把它挂上去的。所以大家可以去细品一下孙跟宋庆龄、孙中山跟宋庆龄，然后蒋介石跟宋美龄这对姐妹跟他们丈夫之间生活跟情感的一些内涵，这个很有意思啊，分享给大家。大家好，立车一球，我们现在呢到了古秦淮，就是要来游秦淮河。秦淮河是长江，应该说是南京的这里最重要的一条河流，它贯穿了整个这个南京的市区哦。然后呢，它的重点是我们今天要去坐游船啊，叫做秦淮画舫啊，就是很漂亮的游船叫画舫。这边呢就是江南贡院，贡院在那边，夫子在那边，其实是。人非常多哦，这里是南京最强景点。然后南京在今年的过年接待了2000多万人，就台湾人口了。然后这江南贡院这个夫子庙其实是同一个建筑，它是一起的，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古代贡生要读书。要去考取功名的地方，然后又同时是科举博物馆。我们中国科举制度从真正的诞生，就是明隋炀帝开始605年，到1905年取消，整整延续了1300年。这个一个1300平的这个平面，其实就是寓意了我们的1300年。第二个呢，它是水池，象征着我们这些考生们，他磨墨要了一个砚池，他要才思如泉涌，然后有磨墨的这种砚池，所以它其实这个设计非常有设计感。科举考试为了防弊啊，我们有3种动作。第一个呢是誊写，因为写完之后呢，不管你怎么改，他一定要把它誊写过去哦，因为要避免就是说这个考生作弊嘛。然后第二个是这个把名字隐掉，叫密封，这叫隐名，糊名啊，叫糊名哦，糊名把名字糊掉。然后呢，第3个呢要再把它封起来，密封。到了这个也是要进到另外一个围场，也就是批改试卷的老师们的围场。所以今天我们考试其实很多的这个做法是一样的。就是你看每次考试的时候出试卷，老师们得先进围场嘛，等到考完他才能放出来嘛，在里面住了好久他们是一样的，他改考卷的时候一样进围场，然后糊笔全部改完之后，然后才会依序的把这一些内容给公开。但是这样子这么严格的做法，是从宋朝之后逐步改良的到明朝是更趋严格，到明朝之后大概就已经差不多到一个定格的状况，因为这个宋代之后新理学就是新儒家发展，就是朱子理学。其实叫程朱理学。到了南宋之后，这个朱子朱熹所写的这个四书集注，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书。可是真正成为定本是什么时候？其实是元仁宗仁佑开科。看过我那个铺来座谈文讲那个仁宗系列的时候，在元仁宗的时候，大家可以去复习一下。当时就是，所以是以蒙古人定了这个四书集注，到了明朝之后，就整个就使用，到明清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呢，这个宋朝以前的考试还是有一点差别。宋朝以前考试虽然越来越讲究公平，但是唐朝遗风还是在。唐朝考试讲的是人际网络关系讲的不是考试本身而已叫做问卷我写一写考一考，我先试写一些相关的而且唐朝喜欢试什么？试这个诗书笔墨，所以呢就可以去给老师们看一看，甚至呢考官就公布了，然后大家就去巴结考官。就是像这个样子这个方式。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科举分成两大类，科举秦淮16。
哎，这水超近的，情怀画舫，随时要扑通的样感觉，第一历史文化名随时会扑通的感觉。秦淮河，为了保证大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看的地方？然后它就真的长成这个样子，它就真的认真长这样啊，没给你有任何的 argue 的。哦，然后这个当然现代人也增添了不少啊，灯啊、光啊。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因为南京是非常非常繁华的，所以南京的这个灯火啊，晚上的灯火也是很多的哦，星星灯火。然后你看到，然后这样子。我们的前方就是东水关。来，我们来看一下。1923年仲夏的一个夜晚，2位著名的文学家来到夫子庙，乘画舫游至此处，又由此一路向北游到阜成桥，而后返回夫子庙。中国第一历史文化名河，它是人工开凿，秦始皇开凿的，结果反而变成了这样子，真是了不起！Oh my god！